中国的北斗也是世界的北斗，这句话可太硬核了。这是咱们家毛姐在例行记者会上的发言，起因是总台央视记者提问，说国外媒体评论称，北斗系统正挑战美国 GPS 系统的全球地位。嘿嘿，这不仅让小熊猫想起了咱们家的两句名言，一句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另一句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前一条视频里，小熊猫还在念叨让全世界都用上中国造这个愿景，最快实现的应该就是北斗了。根据光明日报在5月19日的报道，标题是2024年我国卫星导航产业产值创新高，内文是这么说的，北斗系统正加快国际化步伐，相关服务及产品目前已出口到了141个国家和地区。作为联合国认可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供应商，北斗系统全面进入民航、海事、移动通信等11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北斗国际朋友圈持续扩大，尼日利亚、突尼斯、塞内加尔、喀麦隆、吉布提等30多个非洲国家已建设北斗卫星导航的连续运行参考站系统。在南美洲，秘鲁前开港成为首个 5G 加北斗高精度定位加 AI 的智慧港口。根据2025中国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发展白皮书的发布内容，2024年中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总产值达5758亿元，卫星导航专利申请总量累计突破 12.9 万件，持续保持全球领先。但是这个说法吧，很明显还是谦虚了，应该还是怕咱们骄傲。小熊猫自己找的一些数据啊，不一定准确，说美国 GPS 的专利大概就是10万件左右，欧洲伽利略系统的专利大概就是8万件左右，俄罗斯和印度的数据都没有找到，哈哈，应该是不太重要。截止2024年年底，全国有约 2.88 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但是这个数据小熊猫觉得也是谦虚了，因为现在咱们谁出门不用手机导航啊？以前没手机的时候还需要记录记站牌，现在公交车还有几分钟到，红绿灯还有多少秒都是实时显示的。高精度车道级导航覆盖全国 99% 以上的城市和乡镇道路，日均提供位置服务超1万亿次，也就是说咱们家14亿人，平均每人每天700多次，日均导航服务总里程超40亿公里，这就相当于是每天可以绕地球赤道将近10万圈。而且现在还有各种各样的穿戴式设备，智能网联汽车、消费型无人机都接入了北斗，就连那个共享单车都带定位。反正小熊猫自己觉得，使用北斗导航搭配激光雷达的华为智驾系统，比北美某公司的视觉辅助驾驶系统要好用得多。而咱们家的新能源车出口，也都是带着搭载北斗系统的智能辅助驾驶一起出了国门。美国商务部为什么要限制中国新能源车进入美国呢？他们到底在害怕什么呢？就是害怕物美价廉又安全的中国智能网联汽车进入美国之后，不仅可以打破他们那些传统化石能源车企和美国的某个电动车企业对北美市场的垄断，同时咱们家的北斗系统也会随着这些车机智驾开遍北美大陆。这是啥意思？懂的都懂吧？嘿嘿，虽然没有地面车机的情况下，咱们也能想看就看，但是有了海量地面激光雷达的配合，嘿嘿嘿，美国那些奸商就再也无所遁形了。很明显，520这一天，咱妈怕小熊猫这样的单身汉太孤单，所以连发了好多重量级的学习内容。就比如环球网的报道，说我国启动算力互联网试验网的建设，什么意思呢？就是算力全面组网。前几天那个三体计算星座和星算计划是让算力到太空去形成天算底座，这一次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和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联合启动算力互联网试验网建设，就是咱们家的地面算力直接在互联网运营商这个层面实现全网的算力协调调度，就跟电网的协调调度一样，实现跨主体、跨地域、跨架构的算力资源融合。还是5月20日这一天，央视新闻发布，我国自主研发的高比例新能源大电网运行控制系统发布，标志着我国率先解决了超大规模新能源接入大电网这一世界级难题。这个系统覆盖国家电网经营区6万多座变电站，数十万座新能源场站，
可实现单日 3.6 亿千瓦新能源的快速经济调配，支撑国家电网成为全球新能源销纳规模最大的电网。在这里小熊猫补充一句， 3.6 亿千瓦是什么概念呢？根据国家能源局1月23日的发布，截止2024年底，我国充电设施总数达到了 1281.8 万台，全年充电量突破1100亿千瓦时，平均下来就是一天充电需要3亿度左右。也就是说，可以快速经济调配的 3.6 亿度就已经超过了全国新能源汽车一天的需求量了，而且从发电到车辆用电都是清洁能源。还有第11届世界雷达博览会5月20日在安徽合肥闭幕，听听这个名字，雷达博览会，这两样是怎么放到一起去的？就跟机器人和马拉松一样，全世界除了中国，还有哪一家可以把雷达开成博览会，可以让那么多的机器人去参加马拉松？不跑远了，央视新闻的报道里说，这些雷达有低空经济的护航者，还有田间地头的守卫者，也有自动驾驶的瞭望者。就说雷达技术在民用领域还可以有哪些创新突破？什么意思呢？就是在民用领域可以大规模的使用这些雷达技术的国家还有谁？美国到现在都没法实现全面列装的有源相控阵雷达，咱们家不仅用来看天气，还可以探测飞虫。就这雷达博览会，看着都说是民用的，但是那些常年饱受美国隐身飞机侵扰的国家，哪个不想要呢？小熊猫讲到这儿，是不是啥都有了？北斗系统的卫星数量比美国 GPS 系统要多吧？而且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里面，可以达到厘米级的精度。至于是哪些应用场景，小熊猫就不说了啊。感兴趣的网友可以去看看长光卫星发的视频，雷达在咱们这儿都开启了博览会。就这，莫迪还在那里显摆他那 S400 系统，这北斗系统配上这些雷达形成的海陆空天一体化中式数据链体系，碰上美国那个 GPS 加星链和各种多普勒加无源相控阵雷达的 Link 16混搭 Link 22的美式数据链，那当然会揍得他们找不着北美大陆在哪。还有咱们家的清洁能源一张网，还有这个算力一张网，都是美国科幻大片都想象不出来的体系化基础设施。说到底，就是美国总以为可以用公司治理的模式替代公共治理，但是却忽视了他们那种金钱至上的价值观，不仅腐蚀了别人，也蛀空了他们自己，到最后只能是漏洞百出。称霸蓝星几十年的航母打击群都被胡塞武装打得落荒而逃。听得高兴的哥哥姐姐，加一下小熊猫的专属会员呀！没有对象的小熊猫多几个会员也是可以很滋润的。